加贺屋为日本高级温泉旅馆的代表性业者之一，事业版图横跨旅馆与餐厅。北投日盛盛加贺屋为日本加贺屋集团于海外的唯一分店，其前身为台湾第一家温泉旅馆天狗庵。因为日盛盛集团的诚意，让日本加贺屋愿意在天狗庵遗址重新建立一个高级温泉旅馆，也就是现在的日盛盛加贺屋。OK， 好，没问题。那你稍等一下哦。好，谢谢你。是择日不如撞日。对，太饿了。你在吃什么？塞车塞翻了，沿路塞。把它蛋糕吃掉。嗨，你要来泡温泉吗？他一直跟着，就挤在后面，一直跟着他绕。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来到这边感觉有点像是来到了神隐少女的汤婆婆的游屋，就是有很多那种电梯，有的很高，然后就是它里面设计也是有点弯来弯去的感觉。对，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哎，对，不是这边。我们是到12号。1112。1112号。来看我们的房间啦。耶！哎，一打开还有一个玄关的，真的很日式。哇，这边是日式的小房间，日式的小房间，而且是可以看到那个外面的风景。有人会。你在看什么？那很大的看。对啊，有没有很高？对啊，什么东西啊？哇！你现在在哪里？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地方？泡温泉。泡温泉。好，那我们来介绍这边的房间。那它这里的房间设计啊，一进来，我们住的是远景的和洋双人房。那一进来的话，就是日式房间特有的玄关。它这边玄关的空间其实就蛮大的，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是放鞋子的区域，然后有一个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先把鞋子放下来。那脱鞋子之后上来的话，就是这里有3个拉门，分别会进入3个不同的空间。我们现在看这一间。打开，它是厕所的空间，因为日本的房间很喜欢把那个上厕所的部分跟浴室是整个分开的。那这边就是一个如厕的小空间，那有一定要必备的免治马桶 ，TOTO 的，所以它这个就会自动感应，然后也会自动冲洗，我觉得很方便。然后有个小的洗手台在这一个位置。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空间打开。里面又别有玄机，可以看这还有另外一道拉门。那先看到的是这一个小客厅。那我们选的房型呢，它是直接面对那个北投公园的位置，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很漂亮的大片的那个景色绿意。然后今天天气又非常好，所以其实可以稍微看到就是整个往阳明山的方向和蓝天，那个我觉得 view 视野是非常好。那有电视，那这里的电视就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电视台其实很多日本的频道，就是让你其实在这里转看日本的频道，就真的很像在日本度假的感觉。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小小衣架，跟他们有附赠浴衣，然后还有一些小抽屉吧，不过有些这些东西就是比较不常见或不用的。那它这边是一个放置有摆饰的一个小空间。我觉得日本的房间常常会设置一个这样子，就是没有东西，但是就是放摆饰，让那个整个房间的气氛会更好。那这边的小柜子里面是有一些空间清新喷雾跟保险箱，然后一个房间的电话就在这里。我基本上很少用到电话。然后这边是有煮热水的热水壶。那客厅的桌子它就是日式的，它下面其实是会有一个凹下去的区域，这样，所以你可以坐着看的时候脚是可以往下伸，像在坐椅子一样，也是蛮舒服的。再来是房间，等一下还没。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冰箱。这边一开始他们人员没讲的时候，我就没有发现。对，那冰箱的话，它这边冰箱里面的饮料啊是可以免费畅饮的，就不用另外收费。里面有2罐有2罐小啤酒 ，Asahi 的啤酒。而且我觉得他们这间饭店很特别，就是他们选用的都是日本的一些产品。对，就真的爱国货，觉得是在日本。对，爱国货。那我们来看看这间打开，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和洋双人房，所以它有设置是一个就是西洋式的床铺。这个床超级大的，我们昨天睡，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床其实睡到3个甚至4个人都还 OK，就是很舒服。对，然后房间也还有一台电视。最后就是我最喜欢的空间啦，这就是浴室的部分。那北投一定要泡汤，所以这里就是的浴缸啊，就是非常适合我们泡澡这样子。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它的水龙头的部分，除了传统的冷水、热水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专门放温泉水的，所以这里是一定是要放温泉。那其他它的备品，他们这边主要用的那个沐浴用品，有一个是他们那个eSpa 的品牌，然后但是另外这里也有那个就是茶籽糖的那个产品。我们昨天在大众池泡的时候呢，就是它其实有提供那个就是跟陈艺文旅一样的那个品牌的乳液。那这边是一些备品，然后还有吹风机的部分。这个是干嘛？这是一些毛巾。哦，对，就没这个袋子。你要睡觉了吗？我们去浴场看看，但是我们还没有泡。这里是他们大众汤的区域，进去就不能用3C 产品了，所以只能在外面先看，我们等一下再去泡。那它这里还有足汤的区域。整个很日式的风格，就是超喜欢的，就是最爱日式。我觉得韩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有啊，只是你没有特别去研究。韩国应该有温泉。对啊，他们那个加贺屋温泉的本汤也不是你一般想象中的日本旅馆，也是像这样子很高的楼层的温泉旅馆，很特别。然后我查日本那边，对，它加贺屋只有在日本哪里啊？在石川县那边，就是也是在北路那边。对，它是好像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旅馆协会里面，不过就是算是 top 北路就真的是温泉很盛行的地方。但是你很难想象说一些温泉旅馆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是那种垂直型的温泉旅馆。对，一般都会比较想是可能占地很辽阔这样，但是它这个是比较是上下。像我们是住在11楼，所以其实蛮高的。对，然后他们那个楼层也有特别精心挑选过，像13、14他们就不会有。这里就是他们餐厅的楼层，我们的晚餐跟早餐都会在这边吃天祥厅。包厢在这边，它是2面环境的哦。好，谢谢。我稍坐一下，待会准备热茶。好，谢谢。你要坐哪里？坐这。你要放门口啊！你要把那个你要坐这。口罩拿起来啦，这啦。好，我要坐这啦。好，你要跟妈妈坐，妈妈弄东西给你吃啊，你就坐在那里。要就是今天的菜单，儿童跟我们2个，一个儿童，一个大人，我觉得是很丰富。共识这样子。这个是素食的菜单，因为我舅妈她是吃素，看看素食的菜单。青菜都是类似，对啊，你也可以参考，你妈是吃素的。你去几个呢？小心哦。那你要自己吃吗？大家可以发现，它叫做一叶落。一叶落是指那个树上的第一片都会掉落，代表秋天的到来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前菜啊，上面有很多的叶子摆设，而且还会发现那个碗它是黄色圆形的餐盘，它
那大家可以想象，它是可以联想到什么样的意象？月亮。对，它就是月亮，这是泛指我们秋天料理的。吃这种东西就是要慢慢吃，享受食物的原味。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漆器，等一下，那看起来像金属的色泽，但实际上是用漆器。拍一下照片。哇，那什么鱼？小朋友的我看到你虾子的那个尾巴。对，来吃和牛了。这个就要有什么？我还好，因为然后看好，是我要的。全部的一接，小鱼就是看起来很好吃，很鲜嫩。先品尝一下，这是牛的味道。我只能说用嫩来形容。对。那你回家了，不修你那个裙子可能要拉起来，慢慢来哦，因为它还好啊，不行动自如，你知道吗？对啊，这就像那个广告，阿嬷，有感觉。有感觉啊。这边电视好几台都是日本台，就是真的非常走日本的路线。早安，今天天气超好的，跟昨天差很多，蓝天。加贺屋这边早餐是自助的形式，那就可以看到是有这个区域是取餐的东西，就你想吃的你就你。好。另外就是早餐的话，这边会有生鱼。我觉得这边比较特别是还有关东煮，日本的那种餐，日本早餐最爱的那种东西，它做量还蛮多的。可以。看西，什么味道？苦味，因为这是有发酵过的，那就是纳豆味。我要吃一口。还不错，还不错吃的，所以它都是很苦的。有咳嗽。あ、違いまして。你这样很像那种骗子的。好，这就是我们住加贺屋的过程。就是你觉得这次住宿的体验如何？喜欢，很喜欢吗？让我回想到之前但是就是这个系列品牌的那个饭店都是走那种在都市里面，它是算是高楼层的啦，所以就是它一般传统想象那种日式的那一种温泉旅店是不太一样。对，因为传统的那个，我觉得去日本去蛮多温泉旅店，它都是在比较是在大自然、荒郊野外的地方，所以会占地比较广阔，然后露天温泉。但我觉得加贺屋比较特别，就是它其实就是在新北投附近，还算是在偏台北市区的地方。我觉得台北就是得天独厚有这样的环境啊，就是除了有很繁华的市区，但是其实离大自然也非常的近。这点我还蛮羡慕台北人的。跟那个热海一样，热海也都是那种很多高楼层的那种温泉旅店，在海边。很想去热海，但是没有去过，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去热海。花旗跟日本电影都有在讲同对，我想去热海的花火节。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跟留言，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下次见啦，拜拜。